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相继访非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日前也开启了非洲行，访问加纳、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值得注意的是，哈里斯是历史上第一位访问非洲的美国非裔女性副总统，背后的象征意义，尤其是美国要在非洲与中国竞争影响力，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不过，美国加紧与非洲国家的联系，非洲国家看得也很明白。他们欢迎投资与合作，但反对成为大国博弈的竞技场。当地时间26号，哈里斯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开始为期1周的非洲访问行程。哈里斯同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会见时承诺，美国将在安全领域向加纳提供帮助，增加对加纳投资，并宣布向该国提供1亿美元援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具有一半牙买加血统的哈里斯访非象征意义十足。他还将参观加纳的海岸角奴隶城堡，并就奴隶制的残暴和美国非裔侨民发表讲话。哈里斯本人在抵达加纳后表示，此行的重中之重是重启美非关系，增加对非洲大陆的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与机遇，特别是增强女性经济权益，增强青年企业家能力，关注数字包容等领域，并支持加强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危机影响的相关工作。So Ghana, Zambia is also on that path. So in Tanzania, you see a first female president there.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interests that the vice president has. And obviously also because of the youthful population in these countries, the vice president thought that going to these countries will show or give some signal that the U.S. indeed wants to work with the future of Africa. 不过，各大西方媒体不约而同地提到，哈里斯的非洲行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同中国展开竞争。美国政治新闻网在哈里斯抵非当天刊文称，尽管拜登政府一直试图将对非政策与抗衡中俄撇清关系，但哈里斯此时访非显然考虑到了美中竞争的因素。文章引述一名白宫高级官员的话称，除美非双边话题外，哈里斯还将在非洲重申所谓美国对国际规则和规范的支持、俄乌冲突对世界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参与非洲大陆事务的担忧。这名官员还相当露骨地表示，不能忽视当前地缘政治的影响，美国正在与中国竞争，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从长远来看，我们打算击败中国。美媒的文章也充分反映了美国在非洲的战略焦虑。报道称，过去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美国对非洲重视程度不够，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非洲。不仅如此，特朗普本人甚至在2018年的一次讲话中侮辱部分非洲国家为粪坑国家，令非洲国家大为不满，纷纷抗议。与此同时，作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不断加强对非投资，帮助非洲国家建设道路等基础设施，建立了更牢靠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洲项目高级助理卡梅伦·哈德森说，中国人在非洲投入大量商业投资，在这些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特别是政治影响力。中国以我们没有的方式参与了非洲的游戏，这种影响力是美国所不具备的。因此，拜登政府上台以来，试图与非洲进行频繁互动，以修复关系。不仅重启了断更8年的美非峰会，还频频派高级官员赴非洲访问。哈里斯此次访问加纳、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是美非峰会后美国政要第5次对非重大访问活动，也是拜登政府中访非级别最高的官员。在此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月访问塞内加尔、赞比亚和南非，寻求加强美非经济联系。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前往加纳、莫桑比克和肯尼亚，就公民事务、气候变化等议题展开双边交流。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则于2月下旬访问纳米比亚和肯尼亚，关注妇女赋权、粮食安全等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本月14号到17号访问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尔，寻求巩固埃塞当地的停火协议，加强双边安全合作，提振双边关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直言，拜登政府高官接二连三访非，就是希望将美国塑造成一个比中国更好的合作伙伴形象。
美国呢，它盯上这个地区啊，无论从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还是说从美国的战略布局来看，也都是呢一种大国战略的一种自然走向。但是呢，从目前非洲的这种地缘政治来看呢，非洲它也地处东西方交通的要冲，一部分呢世界的商业航线呢，东西方之间的商业航线是可以经过北非的苏伊士运河，包括红海曼德海峡。因此呢，非洲可以说呢也是扼守东西方交通的地理要冲，地缘政治价值呢，实际上也是不可小觑。对于美方的意图，非洲媒体也看得很明白。肯尼亚东非人新闻网称，哈里斯任内首访非洲，美国高官频繁访非，其目的是在与中俄等国展开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之际，加强与非洲的联系。坦桑尼亚新闻网站公民网同样认为，平衡变化多端的全球地缘政治力量是哈里斯访非背后的因素之一。文章援引非洲学者的观点称，在美国人眼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所以此次访问只会以这些利益为中心，并且最终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美国。文章还揭露，俄乌冲突也成为美国争取非洲国家的理由之一，因为在联合国的投票中，非洲国家占了大半的弃权票，他们不愿追随西方谴责俄罗斯。加纳大学教授格德弗雷德·伯克平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对非洲的兴趣突然大增，但非洲民众大多存在一定程度的怀疑。他直言，美国对非接触必须是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有需要才来。非洲国家对美国的疑虑并非空穴来风。在去年12月美国主办的美非峰会上，拜登一边在演讲中高呼非洲成功就是美国成功，一边拉着摩洛哥首相共赏世界杯，还不忘为非洲领导人画着合作的大饼，许诺支持非洲国家成为 G20 成员乃至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在国际议程中，非洲还是被冷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仍然对美国感到失望。另一方面，非洲国家也不愿意遵从美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目前，中非贸易额仍是美非贸易的5倍，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仍是美国的2倍，中非经贸合作稳定密切。再加上中国对非援助不仅为非洲建设了铁路、桥梁等大量基础设施，也为非洲创造了上百万的就业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哈里斯飞往赞比亚时，空军2号就将降落在中国帮助建造的新机场。如果说美国目前它的非洲战略就是服务于大国竞争、服务于地缘政治的话，那它一定会落空，它只会让非洲国家成为大国竞争当中的棋子，那当然就不会得到非洲国家的广泛认同。在当前呢，美国呢对华竞争色彩日趋浓厚的背景之下，中国呢立足非洲外交活动也好，包括经济交往也好，一定是呢以互利共赢为基本目标，开辟更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而且呢也可以为非洲国家的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助力。那么呢就一定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越来越广泛的非洲人民的支持。好的，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非洲，提供1亿美元资金强化西非安全，对此您怎么看？美国能阻止得了中国影响力吗？本来支持非洲建设、加大投资、改善非洲人的生活条件是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责任。美国呢更应该做更多的贡献，但是美国没有这么做，或者呢逃避责任，或者进行有条件的投资。那么在看到中非关系越来越好，中非合作项目越来越多的时候，便打出了抗衡中国的旗号，试图呢阻止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正常贸易关系。说难听一些呢，美国阻止中非合作是羡慕嫉妒恨。这次呀，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的3个非洲国家，加纳、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是和中国合作几十年的国家。他去那里呢，就是要挑拨离间。他说呢，他要增加对非洲的投资，实际上呢，对3个国家只提供1亿美元的投资，而且呢是明年才给。而中国呢，对加纳的1个项目的投资就是20亿美元。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上给坦桑尼亚的投资额超过了66亿美元，中国在赞比亚的累计投资也超过了100亿美元。另外呀，中国呢是这3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呢，哈里斯拿着区1亿美元说要加大对非洲投资，这简直呢是装模作样。美国去年12月呢，在美非论坛上承诺，要在今后3年向非洲投资550亿美元，那么到现在为止，好像只有
布林肯呢3月访非的时候呢，承诺给1.5亿美元人道援助，然后呢就是哈里斯要明年呢拿出1亿美元，其他呢都没着落。美国财长耶伦今年1月份访问非洲，去呢就是空手去的，还狡辩说呀，这个美非合作不是交易型的，不是作秀或者短期的，好像在说呀，这长期合作呢就是不给钱。因此呢，美国前驻非洲的外交官都说呀，这拜登政府对非洲的支持呢，要有具体措施，不能光说不练。你说美国如此的虚伪的投资，能和中国实打实的投资和贸易往来能够相提并论吗？所以啊，美国呢要阻止中非合作，阻止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简直是痴人说梦。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